谢谢。谢谢。我们首先再强调一下，如果大家不要换名字，或者是不愿意打开麦克或者摄像头，当然是完全可以的。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写下来。那么在发言的时候呢，就是每次发言就是最好不超过3分钟，然后我们可以多次发言。所以请大家积极的举手。对，如果你已经把问题写下来，你仍然可以举手，然后在这上面来，就是直接发言。嗯，然后对我，呃，对刚才林安友教授说的这些就是很有意思。那包括中国将来实现的民主，林安友教授说是中国式的民主。那么这有2种理解，一种就是中共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国已经是民主，已经是中国式的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不但是民主，而且是比西方更好的、更适合中国的民主。那这很显然是这个荒谬的。那么另外一种理解呢，就是中国将来实现的民主，它是符合那个最基本的民主的要求，比如说多党制，有这个自由的定期的选举，比如说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那么这些要素是民主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么但是呢，它一定会有中国的特色。我们知道日本的民主、台湾的民主、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等，所有这些民主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完全一样的2个民主体制。所以呢，中国会有将来中国的特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实质性的民主。所以我接下来就请大家来参与讨论，就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国际的民主化经验有哪些可以适合中国，有哪些就是不适合中国。嗯，那我已经看到有2位我认识的朋友举手，一位是杨子立，一位是郑旭光。那么我可以稍微介绍，杨子立是新青年学院的4个人之一，在国内被判刑10年。那么郑旭光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也是在国内坐过牢，近几年才出国。那首先请杨子立。好，谢谢滕彪老师和李安友教授，这次课程的邀请。我刚才看到滕彪老师提到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所以我就想到他，怎样来预测它的长远的民主的发展，它的结果是怎样？我认为呢，它可以从这两个内在矛盾2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就是中共为了经济发展，来提高它的政体合法性，另一个呢就是要扼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从维权的角度来维持它的统治。但是这个是有内部矛盾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采用的策略就是说，在经济上非常落后，也就是说，所谓国力很弱的时候，那就以经济发展为主。那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然后到了胡温时代后期，他经济上已经 OK，世界第2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可能更偏向于政治维稳。也就是说，他如果搞政治维稳的话，当然他是要牺牲经济的，因为经济发展它必然要求尊重私人产权，尊重个人权利，建立一个法治的秩序，鼓励中产阶级他们的一些参与。这些呢是长远来看是威胁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共产党应该也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它硬的结果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采用不同的平衡点，在不同的平衡点，它采用的策略不一样，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的社会发展呢，它是一个正弦曲线一样在波动的往前走。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呢，它的经济发展，我们还不能说完全到了顶端，
但是它的动力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因为习近平最近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压制经济发展的什么国进民退啊，什么这个逮捕这些企业家呀、等等，还有这个对法治的破坏等等，全都是妨碍经济发展。但是由于这个惯性，它也许经济上还会稍微发展那么几年，肯定也不会太长了。然后呢，它会再往朝鲜化的这个方向走。但是走到一定程度呢，它就有可能又回到像苏联那个状态，那么它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窒息。至于说，这个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观念，公众已经，就是已经接受了，然后他会抵制习近平，这个呢，我也不一定，我不认为就是说一定是一个阻力，因为这个社会倒退也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倒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危及到它自身了。那文化大革命的倒退，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大跃进啊等等这些倒退，那相对于民国来讲，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退。所以社会并不是说不能倒退，是可以倒退的。倒退到一定程度以后，共产党的这些官僚集团，他们自身就会受损。像刘少奇这些高官，他也会像反革命一样被悲惨的死去。所以到那个情况下，他有可能又重新把平衡点放到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这个公民权利，促进法治这个角度，可能又会再循环往复。呃，中共可能是这样，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讲，它是在往前走的。这中国呢，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是在原地这么进一步退两步，那么你在整个这个世界中，你就会越来越落后。最终的结果呢，它肯定是在某个临界点，它就会被打破，然后就转向另一种体制。至于说国际政策上呢，刚才狄教授讲了，外国应该从人权的角度，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实际上欧洲跟美国确实就有这样一个区别，欧洲呢更多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督促中国，美国呢更多的好像是在从这个像对苏联冷战时期的一个政策。我想这个两手呢都可以并用吧，因为苏联的垮台，并不一定是西方鼓吹人权的结果，很有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美国跟他竞争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应该并重。这就是我的观点。好，谢谢，时间也到了。好，谢谢子立。那接下来请郑旭光，对，你可以把麦克。好，谢谢，非常感谢滕彪博士的邀请啊，感谢李安友先生啊，很幸会。滕彪博士发的这些PPT 呢，我看了以后还是很有冲击力，那内容非常丰富，非常丰富，非常全面。我相当于短时间有一场风暴进到脑子里头来了啊。当然了，咱们参加活动是为了提不同意见，不是为了重复。就是我刚才在这个发言区有一些看法，可能是我一贯的一个看法，就是有一些和主流的意见不一致，主要是因为您刚才介绍的89年我是这个参与这个学生运动之后有3次坐牢，所以这个对我生命的改变非常大，所以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这种问题。就是政治，当然无时无刻可能有点夸张啊。就是中国的政治变迁会有什么动力，会有什么机会？我总体上来感觉呢，有一些基本的范畴，就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没有看清楚，不管是中国的讨论还是西方的讨论，因为有一些基础问题没有厘清，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啊，就是你是对，所以对中国他就有一种不理解，譬如说张家墩认为他要崩溃，那么现在他又是洪水猛兽，
啊，蓬佩奥认为它会改变世界，世界会陷入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最根本的逻辑他们是没有去触碰的啊。到底中国崩溃是不是那么可怕？这个暴力革命是不是那么可怕？刚才因为我听滕彪讲的，就是说军管呀、法西斯呀，在90年代的时候，我也被这些概念迷惑过，就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提出很多这种问题，因为89年的流血可以说把很多人吓住了。那么他就觉得我们决议不能从事这种可能带来流血的事件，我们决议不能从事这种街头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只能以最温和的方式，几乎是在一个党主立宪的框架下在说胡话，什么叫党主立宪呢？就是说民主就是人民和党有一个共识我们永远不去碰你党的领导，那么我们要生活，您不要碰我，所以这也是维权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我注意到维权运动真正的勃起呢，是在2000年以后，因为政府给了合法性实际上呢，89年的发生也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88年，13大报告，它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么提出来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和社会各阶层讨论，这也是89年之所以很快的1个月时间就扩展成全民运动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只有宽松的政治气氛才能改变这个，不是说经济发达就能改变。经济发达从来带不来政治后果但是呢，政治后果会带来经济上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所有事情滞后的，就像我们判断中国经济一个人一个总理是不是好，要看他不是看他执政期，而是他执政之后它都有滞后效应的就是政治在先，经济活动在后。政治活动对经济的扼杀可以出现毛泽东时代那个状况，前苏联体系那个状况和朝鲜那个状况人们看到的它的灾难就是大规模的死亡，那也是政治活动引起的，并不是因为经济活动引起的。经济活动每个人都有本能，都要图生存不会乖乖的这个坐以待毙但是呢，政治的行动，政府的政治行动就是不让你有这些政治活动，比如说部分的言论自由，我可以喊饿，我可以喊我要饿死了，就像上海封城期间，我可以自由迁徙，我可以出村去乞讨，这些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当然是大规模死亡。所以现在习近平在恢复这种权利包括农村的那个农管所以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发达，并没有出现政治上的这种进化。原因在哪？原因我们把政治变化的动力搞错了，不是经济发达才会有民主否则你解释不了古雅典和古波斯、古罗马他们这种区别最终它是一种政治观念那么这个政治观念的变化，我认为是决定性的这是决定性的。如果说西方他不真心的这个关心中国的这种人权状况或者政治体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人矿可以开采，那么现在因为我有非常很多愤怒的看法，比如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他们甚至在习近平推出2胎政策之后，他们是非常不高兴的。他们一个秘书长的一个讲话，他们觉得有一种忧虑。实际上，在我看来，1胎化政策就是种族灭绝。按照联合国的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大概有5条吧。1条就是限制生育，1条是毁灭文化。毁灭文化毛泽东做了，那么限制生育，这个邓江湖都做了。那当习近平要做一种，实际上还是计划生育，3胎化也是计划生育，2胎化也是计划生育，但是这个作恶要比前面要小的时候，国际社会竟然有反面的声音。所以我听到这种国际社会主流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像当年的民盟的分子，像民盟、像民革那些人，他们也想搞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杀不了人，共产党可以杀人，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西方世界过去30-40年，他们真心真意的想让中国民主化吗？我是怀疑的。想让中国自由化吗？我是怀疑。他们看到的是个人矿，这个人矿现在已经挖掘的差不多了。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可能有抛弃的想法
那么包括秦晖先生说的这个低人权优势啊，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样的词非常诡异啊。低人权何以造成一种经济发展的优势呢？我看到的是，当人权有所改良的时候，才有经济发展啊。当人权被制约的时候，没有。实际上呢，秦晖先生这个概念里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说，穷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但这个不是废话吗？因为你穷，你要的工资低，当然你是优先被雇佣嘛，你是人矿嘛，你优先可以被雇佣嘛，啊，所以，呃，实际上人权这个概念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所谓政治自由这一块，谦虚自由、言论自由，另外一块呢，它可能是带有混淆性的，就是福利制度。那么从表面上福利制度，古巴、朝鲜都要比中国要完备的多，但是呢，这一部分实际上并不能刺激经济发展，而真正刺激经济发展的是最基本的个人的这种，所谓个人政治自由啊，你比如说自由迁徙权，言论自由权，还有等等啊，你比如说部分的财产权，比如土地承包，表面上你没有产权，但是你有使用权，你有处置权。现在农村又要剥夺农民的这个种经济作物的权利，所以我看到习近平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很快就会出现饥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要搞两个双循环，他把这个国际循环想萎缩，想把国内循环完整起来，这就是经济效率会大幅下降。我的看法，一半以上的经济动能会丧失，因为中国的这个对外的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主引擎、主要的发动机，而这个发动机呢是80%以上是由外资和民企提供的啊。那么今年3季度的民企的出口占到了52%啊。如果按习近平这个内循环的想法，中国将没有钱去从国际社会买粮啊，没有钱，就像非洲会出现饥荒一样啊，不是说世界的粮食产能不够，而是他们没有钱来买。如果说中国变成了内循环，那所有地方可能都要种上粮啊。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场景，不是说西方现在觉醒了，他们就意识到他们错在哪儿了。如果说他没有找他的真正错在哪，下步还会大错特错，就会回到一个尼克松说的那个恐惧中，就是14亿人是一个封闭的在铁幕的状态，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被什么样的野心家蛊惑。那么你就是像刚才这个子立说的，像美国一样把它圈起来，你圈得住吗？你圈得住吗？当他要对外扩张，或者说他突然之间大崩溃的时候，会有多少难民？你过去是担心这种场景，你这些年又担心啊，他是要什么？这个伟大复兴要崛起，他带来战争。那你这个两种担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依据？你是不是只从你的这种审美上，你的这种错误的认知上去想象中国，而不是真的是关注这些人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的真正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可悲的是，中国的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中国人自己最后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这些外国人怎么能知道呢？甚至他们的调研认为90%以上、80%以上的中国人满意中共，那你到朝鲜可以得到更高的数据，对吧？所以这样的一种，而且是权威的调查机构，这是美国人自己在骗自己，西方人自己在骗自己，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要真心关心美国人，我记得这个我不说了，有点那个多余了，旭光，就这样吧，占用时间太长，谢谢各位。对，谢谢旭光的这些精彩的发言，有很多我也是同意的。那我们希望大家一会儿有更踊跃举手来参与这个讨论。那关于秦晖的低人权优势，我觉得旭光还是我认为是有误解、有误读，就是他当然知道就是中国
从毛时代的那种完全的剥夺自由然后到后来改革开放这种自由度的提高，这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么他说的低人权优势是针对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劳工成本来说的，就是对我还是就看了他很多东西，就是其他国家他做不到中国那样对劳工的剥夺程度，这个福利的低水平，甚至是负福利，哪怕是专制国家。像刚才旭光也提到，哪怕是古巴或者其他的专制国家，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个自由剥夺到中国这么低，然后劳工的工资、劳工的福利剥夺到这么低，所以呢，这就导致中国的产品它有极大的价格优势，这是他说的低人权优势，和你说的那种就是自由带来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那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也想听一下李安友教授的意见，就是关于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一种恐惧。对，我也的确是从一些西方学者、西方的政客那里边，感觉到，就他们害怕中国变化之后会出现大量的难民，这是西方国家招架不住。像叙利亚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带来的这个难民，西方国家都叫苦不迭。那中国14亿人口，如果带来难民潮的话，这恐怕这是西方人特别害怕的，所以他们宁愿中国不民主，也不要这个难民潮。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崛起，在军事上、经济、科技等等各方面要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扩张，一带一路啊，什么这些南海啊这些事情，包括对台湾侵略的威胁。那么这两种恐惧可能都会，对，都会让西方首先考虑的是把中国遏制住，而不是考虑的帮助中国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嗯对，西方害怕中国是一个，就是我们害怕中国强，也害怕中国弱。如果中国崩溃或者中国经济崩溃或者中国的知识不安定的它的政治崩溃，我们都害怕。但所以中国崛起也害怕，中国碰到问题也害怕，这个是一个西方心理矛盾的一个真实，我承认。